美国的房贷利率跌破6%，创造了3年半的新低。抵押贷款的机构房地美2月26日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由6.01%降到了5.98%。一年前，该利率的平均为6.76%，这是该利率连续第3周下降，并且创下了自从2022年9月8日当时为5.89%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以来，30年期的房贷利率整体维持在6%左右。抵押贷款的利率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以及债券市场对经济与通胀走势的预期，通常与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走势密切相关。1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4.02%，低于之前的4.07%的水平。利率持续回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2025年最后几个月的房屋销售，但是整体的房地产市场仍然未摆脱自从2022年以来的低迷状态。当年抵押贷款的利率从疫情的期间的历史的低位迅速攀升，抑制了购房的需求。去年，美国二手房的销售量仍然处在近30年来的低位，尽管今年的利率有所下降，3个月房屋销售仍然录得近4年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年化的销售速度降至2年多来的低点。不过，随着春季购房季节的临近，30年期的房贷利率降至6%以下，可能会鼓励具备购房能力的潜在的买家重新的入市。专家表示，如果利率维持在6%以下，买卖双方可能逐步回归市场。3月通常是春季购房旺季的开端，然而当前利率处于3年半以来的低位。今年春季市场或者将往年以来更为活跃。近年来房价快速的上涨，加上长期住房供应短缺以及新屋的建设不足，使得许多的购房者面临着负担的压力。在此的背景下面，抵押贷款的利率的变化对购房者购买力影响尤为明显。利率下降有助于提升借贷的能力，然而利率上升则会削弱购房的能力。由于此前多年锁定在较低利率的水平，许多房主尚未有出售的意愿。根据数据，美国大约69%未能偿还抵押贷款利率为5%或者以下，其中超过一半低于4%。分析认为，若要激励更多的房主挂牌出售，利率可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回落。在再融资方面，15年期固定的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5.44%，高于之前的5.35%，但是低于1年前的5.94%。尽管如此，随着整体的利率走低，越来越多的房主选择再融资。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MBA） 数据显示，抵押贷款申请量环比增长0.4%，其中再融资申请占总申请量的58.6%，高于之前的57.4%。此外，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占比也有所的上升，占所有抵押贷款申请的8.2%。此类贷款
通常提供较低的初始利率，吸引部分借款人选择。分析的人士指出，尽管利率回落为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提振，但是房地产的市场能否全面的复苏，仍然取决于利率的走势、房价水平以及整体的经济环境。美国30年期固定的房贷利率跌至5.98%，为了3年多来首次跌破6%。不少人认为，利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购房者购买的能力可以提升大约10%。似乎这是一个利好的信号。不过，专家提醒，利率虽然降下来，但是幅度有限，对整体可负担的能力影响不大。真正的压力仍然来自房价与收入的失衡。以休斯敦为例，中位的房价大约33.7万美元，然而家庭中位收入大约6.2万美元，房价收入比达到5.4倍，可以接近可负担的上限。业内的人士指出，美国目前可负担住房缺口大约740万套，新建房屋多数为高价位的产品。即便利率回落，若需要收入明显增长，库存未改善，购房难题仍然难以缓解。广受欢迎的美国30年期固定的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首次跌破6%。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萨姆哈特在一份声明表中，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3年半以来首次跌破6%，甚至低于里程碑式的水平。这一个利率加上待售的房屋供应量的增加，意义重大，将会吸引更多潜在购房者在春季购房旺季进入市场。利率的变化对普通的购房者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以贷款60万美元30年期的固定利率为例，利率7%的时候，月供接近4000美元，而利率降至6%的时候，月供可以减少将近400美元。对于贷款额度更高的家庭来说，这个差距可能更大。长期来看，30年累计下来是十几万美元的差别，因此这次跌破6%，对于观望中的买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疫情爆发后，房价快速上涨，但是房贷的利率却居高不下，将潜在的购房者拒之门外。不过，希望的曙光已经开始的显现。抵押贷款的利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每年就能节省出数千美元，甚至数万美元的额外支出。具体的金额取决于房价。抵押贷款的利率似乎正在趋于稳定。全美国房地产的经纪人协会首席经纪家劳伦斯·云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这对购房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云表示，全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的住房负担能力指标已经连续7个月改善，升至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些分析师也指出，房价飙升的步伐已经放缓，然而收入成长却在加速，这增强了购屋者的购买能力。消费者信心回暖，就业与收入预期仍然偏弱。一些专家表示，现在以5字开头的房贷利率可能会促使更多的买家重返楼市，并且使长期以来限制房屋库存的锁定效应有所松动。在全美国的范围内，我们看到库存开始
趋于稳定甚至小幅度的回升，这表明房主们正在逐渐的适应当前的利率环境，并且考虑换房。大通银行房屋贷款高管帕特尔表示，在美国部分地区，库存量已经开始达到可以供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为买家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虽然目前的房贷利率仍然高于疫情的初期，但是5.8%的平均水平比较去年年初已经显著的下降，当时的利率徘徊在7%以上。帕特尔指出，利率每下降0.25%，买家就能在保持月供不变的情况下，多负担大约2.5%的房价。目前房贷的利率下降已经提升了购买的能力。根据分析，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目前可以负担起价值33.15万美元的住宅，购买的能力比较去年增加了超过3万美元。相比1年前，进入中等收入家庭的预算范围的房源也增加了大约8.23万套。虽然购买能力比去年增加了3万美元，但是低于6%的房贷利率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心理门槛。房屋贷款的高级经济师说：整数关口很重要。凭借这个标题本身就足以促使许多观望中的买家再次关注房地产的市场。不过，部分的潜在购房者来说，负担能力的改善感可能并不明显。自从2020年以来，全美国的房价已经上涨大约50%，并且目前仍然处于历史的高位。根据全美国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今年1月份，全美国成屋的价格中位数已经连续第31个月上涨。房价的上涨让占全美国2/3人口的现任房主增加了不少的净资产。然而，租房者则未能看到类似的资产的增长。目标是降低生活成本，改善美国人的住房负担，但是又表示不希望看到房价下跌过多。对于那些拥有住房的人，我们要让他们保持财富，我们要维持房价。房贷利率的大跌，美国房东们的春天来了。抵押贷款的利率大幅下降，虽然有助于延长再融资的增长势头，但是购房者的需求似乎并未受到影响。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季节性调整指数，抵押贷款申请总量基本持平，与之前相比增长了0.4%。对于贷款总额不超过83.2750万美元的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合同利率从6.17%降至0.69%。首付20%的贷款，包括手续费在内的点数也从0.65降至0.53，这是自从2022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房屋贷款再融资申请量比较之前增长4%，比去年同期增长150%。然而，去年同期的利率比现在高出79个基点。随着利率下降，近期再融资的活动异常的活跃。虽然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较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的同期再融资的活动量相对较低。购房抵押贷款申请量下降了5%，但是同比仍然增长12%。虽然较低的抵押贷款的利率提高了购买的能力，但是房价仍然略高于去年同期的水平。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给潜在的购房者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种不确定性导致1月份全美国将近4万份的房屋销售协议被取消，相当于已经签订的合同房屋总数的13.7%。
这一比例高于去年同期的13.1%，也是自从2017年以来1月份的最高纪录。购房者也是希望通过浮动的利率抵押贷款来节省更多的资金。虽然浮动的利率抵押贷款的风险稍高，但是利率较低，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份额仍然保持在8%以上。因为 ARM 利率比较符合标准的固定利率低80个基点以上。MBA 经济学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促使那些对还款敏感的购房人，或者是寻求更大额贷款的借款人，选择这种产品。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感谢支持，欢迎订阅。